应该再做的小一点，方便一口吃进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北京特有名的富华斋饽饽铺里卖的宫廷芸豆卷，我做出来啦，特好吃，做法也不难。第一步，先泡豆，做一锅水，水开以后把白芸豆放进去，然后关火，盖上盖子泡1个小时。当然啦，你想泡1个晚上也是可以的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豆子已经膨胀起来了。轻轻一搓，这个皮就可以搓掉了，然后就把所有的豆子都去皮。接下来就是第2步啦，煮豆，还是做一锅水，水开以后把豆子放进去，再放一丢丢的食用碱。放碱可以让豆子很快煮烂，不放碱要煮1个小时，放碱只煮半个小时。而且煮好的豆子那个软烂程度也不一样，最后口感味道也会有些许区别，建议别省略。煮到这个豆子很软烂，用手一捏就是沙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找一块豆包布或者细纱布，把豆子倒在布里边，把水滤出去。提起这个豆包布，把豆子包起来。现在它下边不是还会有一些水流下来吗？就让它这样就行，别去把水挤干。然后放到蒸锅里，就这样直接用这个豆包布包着豆，放在笼屉上，一定要让它悬空着，要让它的水分往下流。大火蒸半个小时。这样蒸可以把它豆子里的水分给蒸出去一些。趁着这个时间来做内馅儿，做个芝麻糖馅儿，应该是用芝麻仁儿，就是去了皮的芝麻仁儿。那我可没有买，我就用熟芝麻做的，因为我芝麻是熟的，直接用机器打碎就行了。要是生芝麻，就先小火炒熟了，然后再打碎，打成这样就行了。你们说说，这过去宫廷里的吃食是讲究啊，芝麻还得去皮儿，过去还没有机器。想到这儿，我画面都出来了，是不是都是被罚的工人们专门干这个？哈哈，看来我是电视剧看多了。然后把打碎的芝麻里加白砂糖拌匀以后，再加入桂花酱拌匀。桂花酱一点一点加，加到它捏一下，稍微能成团就可以了，只要不太散就行。这豆子蒸完以后，水分还真出去不少，我觉得这方法不错，下回试试用这个方法做红豆沙，是不是可以不用炒豆沙了？然后就把豆子放在筛网上，给豆子过筛。这过筛啊，你们别用太小的筛子，用个大筛子，网眼儿也不需要太细。小筛子加太细的网眼儿，过筛起来肯定时间长。用个大筛子，就这点豆子，5分钟、10分钟就搞定了，特别快。过筛完以后，可以在这个芸豆泥里加10到20克白糖，也可以不加。我看那个传统的做法里是不加糖的，但是我吃着真的是觉得一点滋味都没有，实在别扭，所以我是加了20克糖的。然后还是用一块豆包布给它弄湿了，再把多余的水攥出去，就让它稍微潮乎乎的状态平铺在桌子上。把豆泥放在豆包布上压扁，上面再放上一个保鲜袋，我是保鲜袋给它撕开了用的，然后给它擀开。最后擀成了长30厘米，宽28厘米。不过卷完以后中间的比较厚，我觉得应该再擀长点，你们试一下擀到35到40厘米吧。擀开以后可以用刮板来帮助把边修得整齐一些，尽量要擀得薄厚均匀。把保鲜袋揭开，在一头放上芝麻糖馅儿，另外一头放上山楂糕。然后提起这个豆包布，把2头往中间卷起来，卷到一起就可以了。卷过来以后，可以用手捏一捏，因为这个豆泥是软的，还是很好塑形的。尽量不要让它卷完以后切开中间有空的地方。把2边都卷到中间以后，然后再用豆包布把它们整个的包起来，再卷得紧一点就行了。看这样底部它就融为一体了。卷完以后就用这个豆包布包着，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儿，冷藏个半小时到1小时，等它完全凉了再拿出来切，就更好切一些。
切的时候这刀上什么都不用磨，直接切就行，还挺好切的。就是每切完一刀以后，刀上会沾一点豆泥，给它擦干净，然后再切。切块以后摆个盘就可以美美的上桌啦。应该再做的小一点，方便一口把所有的味道都吃进去。芸豆卷我不是第一次吃，之前每次去吃北京菜都会点一份，但是外边餐厅一般都是卷红豆沙的，像这个芝麻糖的我还是第一次吃。我觉得这个芝麻糖的比那个红豆沙的会更好吃，因为你想呀，红豆沙是豆沙，芸豆沙也是豆沙，它们在一块口感就是比较接近，但是这个口感吃起来就很有跳跃性。芸豆吃着非常绵软湿润，芝麻很香，然后还有淡淡的桂花香。吃到糖的时候还有那种沙沙的口感，再加上这个山楂糕的酸甜口，解腻解甜，整体口感很丰富，绵软润沙甜香酸，真的很好吃。真的，我觉得可好吃了。快过节了，也可以做一份宫廷芸豆卷，和家人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尝一尝。有个错误手法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豆子煮完以后，我琢磨那么湿，我得把水分挤出去啊。没想到挤完蒸完以后，这豆子就太干了，擀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有裂纹。到这一步，如果有裂纹，就先别卷了，再加点白开水，还能补救，也不至于失败。强行卷，最后就这样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